承欢记与春色记情人各看一半，一部已弃，一部越看越上瘾。近期佳作如云，真是热闹非凡。近期谍战剧佳作不断涌现，连续播出3部仍意犹未尽。与此同时，悬疑剧也开始崭露头角，呈现出精彩的剧情和演员表现。尽管上述2种题材备受欢迎，但还有一种题材同样深受观众喜爱，也更容易打造出爆款剧集。确实如此，都市剧无疑是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剧集类型。无论是聚焦都市家庭的琐碎日常，还是描绘都市爱情的甜蜜与波折，他们总能成为观众餐桌上的最佳伴侣，让人欲罢不能。此时此刻，央视正播出2部都市爱情剧，吸引观众的目光。在荧屏上绽放的2颗璀璨之星，杨紫与李现，为我们带来了接连不断的精彩。杨紫的承欢记已经圆满落幕，而李现的春色记情人则紧随其后，无缝接档，继续为我们呈现精彩的视觉盛宴。2部剧均由央视8套隆重推出，而眼下他们更是占据了热度榜的前2名，无疑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。显而易见，都市剧在观众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既然2部电视剧都是都市爱情题材，又紧接着播出，更值得一提的是，2位主演杨紫和李现曾经有过合作，这无疑将激发观众的好奇心，让他们不禁对这2部作品进行一番比较与探讨。让我们来观察这2位曾经携手共演的演员，如今各自独立发展后，究竟是谁的作品更能赢得观众的心？随着承欢记的圆满落幕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其在豆瓣的6.4分评价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的高度，这样的分数略显尴尬，可谓是及格线上的挣扎。当我进一步浏览评论区时，不禁有些惊讶，观众们的评价中，差评明显多于好评，甚至有些人在剧情还未完全展开时就选择了放弃。相较之下，李现主演的《春色记情人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。尽管该剧上线时间不长，但其热度已经迅速超越了《承欢记》，且势头不减。不仅收视率居高不下，而且口碑也是意外的极佳。欣赏那些演技自然流畅的演员的表演，总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。特别的，对于李现，他的表现受到了极高的赞誉，甚至被誉为现偶领域的璀璨星辰。春色记情人的播放已经过半，无需过分夸大其情节，只需细心品味其间的精彩瞬间，便能深刻感受到其中的魅力。剧中的名场面层出不穷，令人目不暇接，值得一看。为了更好地对这几部剧进行深度比较，我特意观看了这2部剧。起初，我并未觉得有太大差异，但随着剧情的深入，观看承欢记时，我竟然渴望加快播放速度。与春色记情人截然不同的是，它是一部令人欲罢不能的剧集，这也是为何大众对这2部作品之间存在如此显著的差异感受。除了剧情，男女主角的演技同样有着天壤之别。我必须坦言，在观赏这部剧之前，我对杨紫的期望值可谓高涨至极。杨紫被誉为荧屏宠儿，然而在这部作品中却意外遭遇了滑铁卢。尽管该剧自播出以来一直保持着高涨的人气和关注度，但杨紫的表现却未能如人们所愿，引发了观众们的热议和讨论。尽管该剧的热度持续飙升，但观众们的评价却直线下滑。这部剧自诩为都市家庭剧，声称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氛围，然而实际上却并未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可。直到我深入观看了几集之后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就是所谓的诈骗。这部剧实质上是一部陈词滥调的言情偶像剧，剧情不切实际，却还虚伪地自称是女性成长的励志剧，无非是想借此吸引更多的观众流量。这位网友的见解实在是切中要害，值得深思。
原本宣传的是强调女性独立自主、女主人的形象，然而剧情发展到后来，女主竟然继承了男主奶奶的遗产，这样的情节走向真是让人意想不到。这种剧情真是让人啼笑皆非。临近尾声，男主角与父亲即将冰释前嫌，过上幸福生活。然而编剧似乎对男主角的幸福并不感冒，刻意设置障碍，让人不禁怀疑编剧是不是对男主角有什么误解。紧接着，命运的阴霾笼罩了男主的父亲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成了他生活中的劫难。在故事的结尾，男主角再次面临孤独，他的父亲离他而去，只留下了他和女主角相依为命。女主角成为了男主角身边唯一的依靠，陪伴他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。网友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不满，这部剧简直是狗血剧情大杂烩，争遗产、癌症、车祸等老套情节一应俱全。对杨紫这位女主角而言，观众对她的状态和表现都提出了质疑，甚至有人认为她的面部表情已经让观众难以沉浸于剧情之中，脸庞过于精雕细琢，如同动画世界中的完美玩偶，细腻到连丰富的表情都难以展现。相较于《亲爱的热爱的》时期的灵动可爱，现在的表现似乎略显逊色，以至于观众在短短几集后便产生了弃剧的念头。相较于后续登场的春色季情人，前文所描述的情境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对于那些熟悉原著的读者来说，他们对于角色的选择表示了高度的认可。李现和周雨彤所饰演的两位主角，一个表面冷静内敛，一个看似乐观开朗却内心深藏伤痕，他们之间的适配度和默契度令人印象深刻。这样的组合不仅展现了角色的鲜明个性，更让人们对他们在故事中的互动充满期待。这样的高度赞誉，原著党们的评分实属罕见。它证明了李现和周雨彤在剧中的表现不仅与原著党的期待完美契合，更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广泛认可。李现的人气之高无需多言，他被冠以现男友和现偶的神之称，绝非空穴来风。李现与周雨彤的组合堪称天作之合，两人都以清新自然的天生丽质著称，演技出色，颜值亦是不凡。这无疑是现代偶像剧应有的典范之作。重新审视两人在剧中的角色扮演，简直让人一秒钟就深陷其中。李现身上散发出的气质，恰如其分地诠释了陈麦冬这一角色高冷而又桀骜不驯。尽管内心深处对庄杰有着深深的喜欢，他却始终未能鼓起勇气表白。如今，两人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地位截然不同，这种差异让人不禁感叹。陈麦冬在庄杰面前就如同被磁铁吸引的铁屑，他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能轻易捕获他的心。而庄杰那与生俱来的社交魅力，更是让陈麦冬在他的掌握中如同玩物般轻易操控。陈麦冬，他就像一块看似坚硬的顽石，外表粗糙，内里却蕴藏着丰富的情感。他是那种人们常说的外冷内热的性格，一个闷骚的存在。虽然外表给人一种刚毅坚强的感觉，但他的内心却柔软的如同初春的柳絮，容易被触动。正是这种性格，让他一直单身，独自品味着人生的酸甜苦辣。然而，庄杰的意外出现，如涟漪般搅动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。庄杰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活泼开朗，与人相处的游刃有余，但他的内心深处却隐藏着一份难以言说的自卑。他的身体并不完美，这让他时刻担心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，尽管他口中总是说着并不在意。当陈麦冬试图与庄杰拉近距离时，庄杰却本能地想要回避他，甚至对陈麦冬说出了尖刻的话语，这让她的闺蜜都感到无法忍受。剧中，女主角的母亲亦是一大亮点，她性格火爆，然而她对孩子的关爱之情却无时无刻不在流露。
本剧的核心魅力在于其轻松愉悦的氛围和温暖治愈的情感表达，完全摒弃了狗血的剧情设置。男女主角不仅在演技上无可挑剔，更拥有令人心动的颜值。正因此，这部剧才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。